接下来我们进到 Qantas 在新加坡的浪局部分。那 Qantas 在新加坡的话，这边是有2间浪局。我们现在把商务的部分绕一遍，然后我们再去头等那边好好给大家介绍一下。商务这边我们当做参观就好了。Qantas 的话，在新加坡运营2间。那我们看一下它的航班表。对，它除了服务 Qantas 的航班之外，也服务法航跟荷航的航班。其实 Qantas 跟好几间天河联盟成员都合作很密切，包含我们的小花哦。所以大家看到它其实这边前面已经有 Brisbane、Sydney， 所以它一天有蛮多航班的。我们先把商务区域先走一轮，这商务区域真的是蛮大的。我们先把座位区走一轮。哇，这左边还有一区耶！这贵宾室也真的是大到离谱了吧，超级霹雳无敌大。然后这个人潮就合理了，因为 Sydney 跟 Brisbane 都登机去了，所以现在这边是要去 Melbourne， 还要去 London Heathrow， 不过都是11点之后了，现在才8点钟。Qantas 基本上也是一个贵宾室的翘楚啊，在全世界各地的 Qantas 贵宾室都非常的厉害。那Qantas贵宾室的话，在亚洲就是香港跟新加坡喽。那在主场的话，当然澳洲有好几个机场有，在美国的话就是有洛杉矶，对，洛杉矶。然后在奥克兰当然也是有的喽。然后再来在欧洲的话，当然就 London Heathrow， 酒吧区也是有的。哇，这边还有一区专门吃东西的地方。我们看看它的食物部分。这边的话就是一些冷盘沙拉先映入眼帘了，南瓜呀、番茄啊这些东西。我们看看有什么其他东西吧。这都是些沙拉冷食部分居多。热食在前面。然后酒类部分 ，Qantas 的酒都很厉害，因为澳洲嘛，澳洲的酒是很丰富的。果然这边的酒都基本上是澳洲的，跟香港那一间是一样的。再往前看看热食的部分有什么选择呢？这个商务区还有现煮食物哎，有 signature 的 chicken laksa， 然后有一些 jasmine rice 炸的一些虾子。哇，这间很强哎！然后有别人做好的，我们偷看一下。laksa 像这样。好，我们看下热食区，白饭我们就不看了。哇，这个的牛肉比刚刚英航那边看起来的好吃多了。然后这个是这是蔬菜部分，对，就是 Mexican 的 beef stew， 然后 rice， 然后有豆腐 miso soup， 然后这边也是有 shower 的部分。shower 部分我想应该是一样的，我们等一下去头等那边看就好了。这间 Qantas 的 business 也是非常大。哇，这个看起来，这应该有刚刚英航那间贵宾室绝对超过2倍，可能有3倍大哦，绝对有2倍，不知道有没有3倍就是了。那我们把商务这边逛一圈，那我们主要开箱还是去看头等那一边喽。这是新加坡 Qantas 浪局的商务区的大小跟餐点介绍，给大家看一下。那我们现在去头等那一区喽。那我们刚刚拍的那一间的 Qantas 的商务贵宾室呢，就在英航的隔壁而已。那要先下一个电扶梯，因为 Qantas 的 First 的话在另外一个电扶梯的地方，所以我们要再往就是 T2 的方向继续走。好了，我们要到了，其实很好认，看到爱马仕就到了。Qantas 的 First 的话就在 MS， 就是爱马仕的旁边的电扶梯上，所以看到爱马仕就到 Qantas First 了。到了爱马仕之后，就顺着电扶梯向上就可以了。那这一处的话是2个 lounge， 分别是 Qantas First Lounge 跟 Mahaba Lounge。Singapore First Lounge，Qantas 到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就到了 Qantas 的 First Lounge。那一样，我们看一下哈服务的航班。服务的航班的话，除了自家航班的 Brisbane、Sydney、London Heathrow、Melbourne 之外，还服务了 Paris 跟 Amsterdam。那第一区的话，就是一些简单的座位。那这个时间人潮还是不少的。刚刚那间 business 非常的大，这一间 First 也不小哦。
这一间 First 区域也比刚刚银行那一间要大了，光这个 dining 区域就非常的惊人，非常的大。这是 Qantas 的 First Shower Room，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。空间大小其实算是蛮大间的哦。然后备品的话 ，Qantas 的话都是澳洲自家的东西，所以这个备品。对，然后空间大小是没有太大问题的。你看我现在这样子的话，在这边其实这样手打开，你看这样的大小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对，然后 Qantas 在新加坡真的是家大业大呀。对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再洗一个澡喽。反正，在贵宾室嘛，就是洗澡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活动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再洗一个澡。对，Qantas 贵宾室其实也蛮大间，蛮舒服的。这是 Qantas First 的洗手间的部分，很不错，因为它全部都像这样一间一间的。这跟英航在伦敦是一样的，它并没有小便斗的部分，就全部是一间一间的隔间，隐私性其实是很好的，就会像这样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在英航伦敦的话也是像这样，就所有洗手间的话都是像这样，它是一间一间的隔间。对，那所以如果觉得隔间是比较舒适的，那这个设计也是蛮不错的。对，这是 Qantas 的 First Lounge 的洗手间部分。那这也是 Qantas 系列第一集，因为 Qantas 也是我很想跟大家介绍的贵宾室。那刚刚我在走路的路上跟大家介绍过了，那之后会多哪里呢？大家猜一猜，很好猜嘛。London Heathrow 的 Qantas 贵宾室即将要开头等区了。如果我那边开了头等区，我一定要去看一看，帮大家开箱，因为我非常好奇。因为 Qantas 非常厉害做贵宾室，在香港那一间占地也非常大。我开始怀疑它是不是如果空间不大，它就不开了。在香港那间也非常的大。这个 Qantas 的逻辑可能不太一样，可能场地不够大，我就不要咯，要够大我才开哦，不够大我是不开的哦，可能这种逻辑哦，所以它非常奇特哦。在新加坡这边的话，它宁可屈就于空间。一般的话，像国泰的话，你看像 The Wing 的 Pier 在香港主场的话，商务跟头等都紧邻着嘛。The Wing 是楼上楼下，楼下是商务，楼上是头等嘛。The Pier 是左右嘛，就是63这边是头等，65那边是商务嘛。这里不是哦，这里它为了要大哦，它宁可两个空间是完全独立哦。你从商务那边是要下电梯，再上电梯才能到这边哦。但它为了空间大，它 OK 哦，只要空间大，空间不大我不要哦。所以它在新加坡这个商务贵宾室非常的大，头等这个区域也非常大。我刚刚讲了，这头等区域比英航的那个区域还要大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菜单吧。那菜单的种类是非常多 ，Qantas 的食物都蛮好吃的。首先一样是有一个汤，然后也有一些就是 buffalo， 然后还有一些尾鱼，然后虾子云吞，然后再来最值得介绍就是这个 salt and pepper squid， 就是这个是炸花枝 ，Qantas 的炸花枝非常好吃。再来就是鸡蛋啦，三明治是比较普通的东西。下面的话值得一提的是那个 signature laksa， 那到新加坡一定要点这个了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再就是有一些其他的鱼呀、鸡呀什么都有，也有鸭肉。那下面就是一些什么水果盘啊，什么都有。那酒的话选的就非常多了，除了有 dessert wine 之外 ，red wine 有5款 ，rosé 也有 ，white wine 也有5款，哇！所以这光酒类就是有11种可以选了。对，然后 cocktails 的话也有一大堆。这张 menu 有点皱了，对，那没关系，我们等一下拍照给大家呈现一下，这是 menu 的部分。坐下来还不到1分钟，点完餐，我们点的那个 signature drink 已经到了，就是叫做这杯就叫 QF2， 就是它最经典的航班，前往伦敦的航班，就中停新加坡的，它是以菌做底，我们来喝一口看看。就是菌，然后加一些柳橙，蛮不错的。那他们家的这个炸花枝非常的厉害，大家如果来 Qantas 的 First Lounge， 一定要吃这个炸花枝，一定要吃，它炸花枝超级好吃。
这炸花枝是100分，你再饱啊，来都要吃一个炸花枝。炸花枝必点，一定要点。炸花枝没有吃，你就没有来 Qantas First 了，大家知道吗？然后再就是这个红油抄手，新加坡的红油抄手，照片后面给大家看一下红油抄手，这个味道完全对了，完全对了。Qantas 很神奇，它还是自诩为就是比较靠近亚洲，所以它的食物，亚洲食物做的都非常好。我记得我去雪梨跟墨尔本在机场贵宾室吃头等的时候，那边的韩国料理做的也非常的好吃，就韩式那些牛肉啊什么的，很到底，非常到底。所以 Qantas 也是我心目中评比就是非常会做贵宾室的其中之一，食物真的非常好吃。那现在 Signature 的 Laksa 来喽！这新加坡机场 Signature 当然是 Laksa 嘛。我再多点了一杯这个 Pinot Gris， 这个因为它说配 Laksa 很清爽的酒。我们来吃一口虾子哈，Laksa里面的虾子，这个 Laksa 真的是很棒，比新航那边自己拿 Laksa 要真的好吃太多了。Qantas 的话，我刚刚查了一下，利用刚刚等餐的时间，它在新加坡的话，确实是家大业大。雪梨1天2班，墨尔本2班，布里斯本2班，珀斯1班，所以飞往澳洲1天就7班了，还有一班远权飞往伦敦，所以1天是8班航班。不过8班都是长程线的，确实是比较少见。一个航空公司在一个机场8班都营运长程线。好像真的蛮值得投资一些自营贵宾室哈，因为长程线一定有很多自家高卡的会员，一定有。我还是受不了诱惑，我点了一个草莓冰淇淋跟一个这个什么柚子，我看到柚子就很想点柚子芒果的一个甜点，再点一杯 Sauvignon Blanc。我们先试冰淇淋好了，应该是哈根达斯，吃起来蛮像哈根达斯的。然后这个甜点我们来试一口。这有柚子口味的，我来试一下。有日本风味，好吃。白酒，这个Sauvignon Blanc走比较清爽路线。我今天真的是要饱到天灵盖了，回台湾可以3天不要吃东西了，太饱了。我本来已经吃饱了要离开了，但有个很可爱的，就是服务员。主动过来跟我用中文聊天，然后看到我收东西的，就说一定要喝一杯dessert wine再走啊。好。不过这dessert wine真的好喝哎，是 Nobel One 的这个产区的，是澳洲的，很香，很好喝。我现在怀疑我还能走回 T4 搭飞机吗？搭车回T4，真的被灌到已经饱死了，而且快要醉死了。这间贵宾室的话，还有2点跟大家再稍微提醒一下。刚刚吃饭的部分呢，其实服务员是非常的细心的。像我刚刚不是点了那个炸花枝，然后还有那个红油抄手嘛，他会仔细的观察我说：“你是不是都吃完了？要帮你上拉萨了吗？因为拉萨是主餐嘛，他现点现做，所以不会上来是糊掉的面条，不会，是 Q 的。”所以他会观察你吃的状态，然后问你说：“是不是可以上主餐了？”虽然是阿拉卡特，但是它其实是 fine dining， 就是一道一道帮你上，所以他会观察你是不是吃到一个阶段，再帮你上下一道。然后问你说什么要先上，什么要后上，服务是非常的好的，那这一点是要给我们大加分的。第二就是说，因为Qantas自家的航班呢，最后一班就是那个11点45往墨尔本，那11点05就是它的最著名的Qantas One往伦敦的航班，所以呢，这一间 First Lounge 的话11点就会关门了。大家知道，在新加坡的话呢，是要先提前去登机门先安检的。所以11点45的航班，这边11点关门是合理的。那但它有我刚才讲它有服务那 KLM 的航班嘛？那 KLM 那边是1点45往阿姆斯特丹 ，KLM 的航班的话，那剩下的客人就会在商务那一边。对，那这也蛮合理的，因为第一个 KLM 没有头等舱 ，KLM 自家也没有头等的会员可以使用头等贵宾室，而且即便能使用，也不会用Qantas这一间，因为它应该使用天河联盟的。
这一间头等贵宾室开到11点而已，所以如果你是更晚的航班的话，所以他刚刚进来的时候就会提醒，因为看到我的航班是半夜1点45，国泰往香港嘛，然后我带 member， 他就会说我们开到11点哦，那超过时间的话，你可以去 business 那一边，所以跟大家说一下开放的时间。那这边的话也是下午就是4、5点开门，不过好像不是很确定，好像就是国泰要砍掉的那一班，好像就是半夜这一班红眼回去。那这样子，大家如果想来新加坡寰宇一家贵宾室的机场玩耍，那要成本最低的话，应该是马航的最晚那一班的新加坡回吉隆坡，应该是那一班。不过那一班也是蛮讨厌啦，因为马航在 T2 嘛，所以你还要预留时间回到 T2， 那弄得不好 ，gate 口很远，还要跑啊。还有一个选择啦，你可以搭日航啦，日航有那个红眼航班。就可以把这边好好的玩一轮啊！日航有红眼航班，对，可以搭日航，因为日航新加坡是一天4班，然后有一班是红眼，没有问题。对，大家可以确认一下班表。但这几间寰宇一家贵宾室是真的非常的优质。澳航的头等贵宾室的话，我除了学了一个墨尔本本家，还有新加坡之外呢，当然不能忘记洛杉矶了。洛杉矶呢，我今年安排好要去拍摄喽。LX 的 QF First Lounge 也很棒，还有一间的话就是 Auckland， 这个很合理啦，因为最近的地方嘛，然后纽澳嘛，所以 Auckland 也是有 First Lounge。雪梨、墨尔本、洛杉矶、新加坡，对，目前是4间，还有 Auckland 总共是5间。那之后第6间会在 London Heathrow。那 Business 的 Lounge 的话，除了澳洲本土之外，有头等的一定有商务嘛，然后 London 有商务，夏威夷也有商务。所以 Qantas 的全世界贵宾室大概就这样，然后还有香港，所以除了头等的那5间之外，商务就多了 London Heathrow、红空，然后 Honolulu。对，所以 Qantas 的贵宾室不如国泰多，不过每一间至少目前我去过这几间啦，都真的占地面积非常的大。是蛮惊人的大，就是我刚刚去商务那一边啊，就是基本上就真的是非常大间的，完全不输主场贵宾室我记得新航的那一间商务可能也这个大小而已，那间真的非常大super huge， 对啊。不过 Terminal One 本来就是寰宇一家主场啦，因为 Terminal One除了刚刚讲国泰在 T4、马航 T2 之外，都在 Terminal One， 然后 Qantas， 然后还有 BA， 其实寰宇一家航班其实也还蛮多的啦，也还蛮多的。对，刚刚讲 Qantas， 其实你要想一个航空公司在一个外站点，一天可以营运7个航班，而且都要是长线哦，不是短线哦，其实不容易，而且蛮值得用的贵宾室，因为长线都是一定是 frequent flyer 嘛，对啊。你说长荣在曼谷的话，一天也没有这么多的长线航班，对，长线航班有这么多班的，我一时脑海中除了 BA， 就除了欧籍在美国可能有 ，BA 在纽约一定有嘛，所以它有设一个 Chelsea Lounge 嘛。我不确定发航在纽约一天有没有7班，对，就是你要在一个外站的航下，一天有7班的长线航班，应该是足以设一间贵宾室是没有问题了，因为一定有很多自家忠实会员。那 Qantas 在新加坡就是如此，所以它已经规模大到在这边的话，其实半个主场了。如果要这样说起来的话，在新加坡能够有头等商务2间贵宾室，除了新航自己地主之外，就是 Qantas 了。所以我觉得，你要把 Qantas 定义为新加坡就是长线外籍航空公司，就是第2个地主的话，我觉得其实也不为过，蛮可怕的。Emirates 虽然航班多，也有延远权，不过也收掉1班了。对，所以 Qantas 还是在这边举足轻重啦，不管他是不是跟 Emirates 合作，把人送到杜拜去转机，他在新加坡还是没有放弃，然后而且只开晚上时段嘛，然后8班之外，他还做法航跟荷航的生意，那这样子很合理嘛。好，所以结论一下哈，如果你搭寰宇一家的航班，然后从 T1 起飞的话呢，如果你搭真的商务舱以上的话，那就推荐大家去卡达贵宾室，因为那边毕竟人比较少，食物的质量也真的最好的。
那如果你是没有搭商务舱，你是卡客，你是蓝宝石、绿宝石的话，那就会推荐你来匡达斯的贵宾室。对，匡达贵宾室的话，就这边就是卡客最好的选择。那如果你只希望人少一点，然后狂喝酒，那你就去 BA 吧。然后，不过 BA 真的是，我觉得不能这样批评人家啦。即便我刚刚讲它的热食已经比伦敦的热食好很多，对不对？可是我跟你讲，我刚走进去看啊，那边的人很多人是不吃热食的，就吃 chips。他就拿一包 chips， 然后跟酒，他就这样。所以，如果你开一间贵宾室，你大部分的客人只要吃 chips 的话，好像也很好运作啦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就只要 chips 跟酒而已啦，对啊，所以我觉得这样也是蛮合理的啦，对。所以如果你只是喜欢 chips， 然后喜欢酒，那你就去 BA。那国泰的话是它在不同航厦，而且蛮远的，因为要搭巴士，所以我们就不一起比较。所以一样在 T1 的新加坡3间寰宇一家贵宾室 ，Qantas First、Qantas Business、BA 跟 Qatar 4间贵宾室的比较跟选择，这是我个人的浅见，提供给大家参考喽。好，那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。等一下我就要回到 T4 的国泰喽。这是一个非常笨的事情，因为就贵宾室的时间变短，大家变得非常不方便，而且登机门前安检也没有分商务，就会变得排很久。